刘年啊，到。加双嘎，并且告诉战士们，一刻都不能放松警惕。是。刘涵，到。对今天参与抢救的冯医师展开调查，并且找出张倩倩被杀一案物证替换的真正内幕。是。执行吧。站住！干嘛的？同志，别误会，他们是死者的家属，今天要把母亲拉走，下午就要出殡。进去4个就行了。你们4个快进。等一下。使不得！我们当地有个习俗，死人在入殓之前是不能见光的。如果要是见了光了，那就不吉利了呀。行，走。谢谢啊。陆科长，商务有人来过吗？今天一大早，有一群出殡的人把那具女尸拉走了，是医院看门人带他们来的。怎么回事？有人掉了包。我现在马上打电话给周局长，告诉他，请他下令全城搜捕。好，我这就带人去追捕。哎，干什么去啊？俺要把那棺材拉到城外南山埋了。好吧，走吧。1个小时之内，有没有什么可疑的车或者人从这经过？没有。对了，半小时之前有一辆出殡的马车从这路过，我们检查过了，好像没什么问题。往哪个方向走？正南方向。什么人？要往哪儿去啊？我是东盛车行的伙计，有人雇我把棺材送到小王庄。搜。科长，空的。把人和车带回去审查。是。
你好，你是来照相的呀，还是取相片？我和你们老板约好了，但是我的表慢了5分钟，我迟到了。既然你和老板约好了的，那就进去和老板再说说吧。好，谢谢。里边请。对不起，我迟到了5分钟。お疲れ様でした。お待ちます。以后你和你的属下不许说日语，让我发现一次，割了你们的舌头。はい。是。同志们辛苦了，来，坐坐坐坐坐。啊？怎么了这是？是不是因为陆凯的媳妇跑了，你们陪着他一块儿在这儿垂头丧气呢？啊？这个红姑不简单呐，她以陆凯未婚妻的身份来到这里。俺叫红姑，是陆凯的媳妇儿。利用各种机会打听我们重案组的情况。啊，又来送包子了。对呀。谋杀张倩倩，栽赃给陆凯。同时引爆电厂，制造混乱，利用崔家为陆凯的定案施压。他可谓处心积虑，当他暴露了以后，又以误食毒蘑菇假死，利用出殡人群把他裹挟出去。他能利用这种极端的方式逃出升天，动用这么多的潜伏力量，说明他的级别很高。那就说明他很可能就是敌人惊蛰行动的总指挥二叔。他的出逃给我们的侦破行动增加了难度啊！这事儿责任在我。你别把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现在对敌斗争情况错综复杂，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要做的就是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我们的部署。看来这个二叔是个高手啊。我们现在和他这场博弈，就像是下一盘棋。谋篇布局的阶段已经过去了，接下来马上要进入中盘厮杀了。那就要看最后谁棋高一招了。进来。李警长、周局长，啊，坐下说，坐下说。参与抢救红姑那几个医生和护士啊，我都已经审过了，特别是那个冯医生，他的背景我也特地调查过，都没有什么疑点。这就奇怪了。我查过资料，一个人如果想让他的生命特征停止，那就要必须通过药物还有人员的配合。红姑再有本事，她一个人也是绝对做不到的。会不会是咱们的审查工作哪里出现了问题？哎，我很认真的调查过的，小周啊，你怎么能在厅长跟局长面前怀疑我工作的？我不是怀疑你，我只是在反省，是不是咱们的工作哪里出现了纰漏？哎，行了，别争了，继续对医院上上下下严密的监视，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环节。是。老首长，二局长，你们看，
是不是应该把惊蛰行动和缉拿麻雀并案侦查？老周啊，你说呢？我同意这个侦查方向，但此时并案为时尚早。好。是。同志们，原来散落在东北境内的国民党残匪，现在都在向春城西柳镇一带聚集，人数不详。知道吗？原来驻扎在这里的我军123师，刚刚开赴朝鲜前线3天，敌人就想趁虚而入。这说明敌人的情报是很准确的。所以上级要求我们，要对进入春城的各个交通要道严密布控，遇到敌情要立即通报，坚决予以回击。是。欢迎特派员大驾光临。立正，请特派员巡视。反攻游击总队的将士们，你们受苦了。今天，本特派员十分高兴，因为我又一次见到了我军将士久违的风采和气概，又一次树立了坚定的反共必胜的信念，同时，也为我将率领你们与共军展开游击战、袭扰战，以及抗击共军围剿而增添了无限的信心。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陈世明少将，是他以超人的智慧和过人的胆量，为党国保存了你们这支部队，也使你们十分有幸的成为了战斗在大陆东北地区唯一一支成建制的有生力量。有这样的下属，我感到由衷的欣慰、自豪、骄傲。将士们，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从今以后，你们的给养、武器、弹药，那是绝对有保障的。国防部将定期把物资空投到这儿，我也会派专人源源不断的给你们运送。今天，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不出3个月，带领大家走向成功。中国有句古话呀，叫做养兵千日，什么？用兵一时。我决定，按照美国西点军校陆军操演规程，组织一次实兵实弹演习，以检验你们的战斗力。告诉国防部，我们是有实力的，是值得寄予厚望的。请你们告诉我，你们有没有决心搞好这次演习？有。我期待你们演习成功。陈副总指挥，你的部队不愧为正规军呐，训练有素，战斗力强。我一看到这些，就感到由衷的欣慰。承蒙特派员夸奖啊，不是我陈某人说大话，即使碰到2倍于我的敌人，我的队伍也绝不含糊。好，我曹某要的就是你这种胆气。
怎么回事？这不是演习计划的内容吧？不是啊。报告，2营与一股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遭遇，2营有兄弟阵亡。他们是不是共军？不像，他们的装备很精良。陈副总指挥，敌暗我明，是不是先撤回来，等查明情况再做打算呢？撤？这不是我陈世明的习惯。正好，我的部队也闲1年多了，枪栓都生锈了。既然赶上了，就由演习变为实战吧。特派员，我今儿个就打出个样子让您瞧瞧，也让您见识见识，什么是孬种，什么是好汉。起兵，到！通知1营、3营，向2营方向包抄。通知2营，不管对方是谁，都给我往死里打，务必全歼。是。长官，您将如何应对中国的惊蛰行动？难道就此罢休？蠢货！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各自为政，互相牵制，难成气候。而这一点正好为我所用。我就是要浑水摸鱼，声东击西。二叔是我身份的最好保护色。我就是要借惊蛰行动，来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如果失败，我们都该下地狱。明白。从现在开始，我不和任何联络员见面，我的专用电台即刻静默，所有联络方式全部通过死信箱来传递情报。明白。你现在把这个送到1号死信箱，并在北郊菜市场寻物启事板上贴上接收情报的时间。是。那今天对你的讯问就先到这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没有了。哦，好的。那这样吧，如果你还能再想起什么来的话，随时找我们，好不啦？好的。那麻烦你在这份笔录上签个字。哦，对了，张副院长，那天你说参与抢救红姑的还有1名护士，对吧？对。他人呢？在场抢救的医护人员你都讯问过了，就剩一个小翠了。我已经派人去叫她了。好的，好的。张院长，不好了，小翠儿她自杀了。唉，这么年轻，有什么事情不能说清楚的呢？非要走绝路。你以为他是自杀？我看是有人想让他死。尸检报告出来了。你能认真一点吗？这么快啊？我就是认真才会快的。说说吧，什么情况？跟你之前估计的结果一样，护士小翠不是自杀，是他杀。和这个小翠密切相关的人排查了没有？早就排查过了，嫌疑最大的人就是张子谦。跟我走一趟吧。张副院长，别紧张，我们就是随便聊聊。我能看看您的手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没别的意思，出于好奇，我就是想知道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的手跟我们正常人有什么不一样的。没什么不一样吧？
这点好奇心都不能满足吗？我听说啊，你们外科医生做完外科手术进行缝合的时候，通常会用2只手的食指固定住细细的缝合线进行打结，所以呢，这2个食指的前端就会有斜斜的痕迹。你看啊，你这手指的痕迹多清晰啊！你们所有的外科医生都是这样的吗？好像是这样吧。张副院长，外科医生里也只有军医才会有这么大量的缝合手术要做。医生的手本来是用来救死扶伤、行善施德的，可您的手却变了质，变成了恶魔的手，掐在了护士小翠的脖子上，是这样吗？不，小翠她是上吊死的，她的死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张子谦，事已至此，你还想抵赖吗？我告诉你，从你留在小翠颈部的掌纹还有指印，就可以断定，你是先将护士小翠掐死，然后才把她吊在绳子上，制造出她畏罪自杀的假象。说，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千万别跟我说是情杀，我已经调查过了，你跟护士小翠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说出来真相，也许你还有一丝希望。张副院长，这里是办公室，不接待病人。有病的话，请你到1楼候诊室吧。张副院长，既然我能进来这个门，至少说明我对你有了解。您是留洋的博士，著名的外科专家，所以我特地来登门拜访。那你说吧，你哪儿难受啊？这儿，心脏。怎么个不舒服？压抑，一种如履薄冰，时刻都要谨小慎微、提心吊胆的压抑。那你在别的医院做过检查吗？做过。3年前我在南京陆军总医院做过。你有当年检查过的记录吗？有啊。就是他给我做的。您，张上校，作为国军陆军总医院的神经科主任，当年可是蛮威风的嘛。可是你为什么要对共党，隐瞒你这段颇为光彩的历史呢？难道是因为你曾经给被俘的2名共党注射过致幻剂，最终导致死亡的事情吗？张少校，嫂夫人和您8岁的女儿还好吧？我听说你的女儿特别招人喜欢，既聪慧又伶俐，而且还特别听您的话，对吗？你想干什么？不是我想干什么，是国防部和保密局想干什么。他们让我给你捎个话，希望你丢掉所有的幻想，继续为党国的复兴大业尽心出力，否则啊……别说了，那我能干什么？继续归顺保密局，用你高超的医术为保密局即将开展的行动服务。那具体让我干什么？当然不会让你拿枪去打人了。你将来的任务很简单，比如马上。
替换掉你在张倩倩身上取出的这颗弹头。因为只有你才能接近尸体。你看，很简单嘛。这不是小事儿。把手铐给他戴上，押回去，继续审讯。是。张子谦，到。医生。坐下吧。张子谦，你考虑清楚了没有？我不知道你要让我考虑些什么。张子谦，看来你是铁了心的要给红姑当替死鬼，不准备出去了是吧？那好吧，我一会儿就去告诉你老婆。我跟她说，你不顾他们母子的死活，用自己掌握的医疗手段，在我们公安干警的眼皮子底下，让一个已经死了的女特务起死复生，并且帮助她成功逃出了医院的停尸房。你看我这样说可以吗？不是这样的。既然不是这样的，你就把事情的原委都说清楚。说啊！那好吧，那我说，我全说吧。事情发生在几天前，他找到我，让我帮他制造一起假死的现象，然后再从停尸房逃脱。说清楚一点，何为假死？假死是指人的微弱死亡，是指人的呼吸、循环系统、大脑的功能高度的被抑制，人的生命机能微弱到极点。用现代的临床检查是无法检查出生命指征的。从表面上看，和死的一样，其实人还活着。造成假死的原因有多种，比如溺死和缢死、煤气中毒，要么安眠药、麻醉剂，还有鸦片、吗啡中毒，还有被电击、脑震荡、极度的寒冷。尿中毒也会造成人的假死，这些通过医治都可以使人暂时或长期的复苏。那红姑选的是哪种？红姑她没告诉我，但她给了我一种药，说是美国中情局研制的，让我在她假死的30分钟之内给她服下。你是怎么给她服用的？那天我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这药给红姑服下了。那迪特第2天替换尸体的行动也是你安排的？是的。同志们，通过审问已经逮捕的迪特，抓到了帮助红姑逃跑的迪特分子，这对我们下一步办案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同志们，如果敌人在他们的计划之内没有完成惊蛰行动，他们会怎么办呢？他们必定会宣布行动失败。但是敌人会轻易地宣布失败吗？当然不会了，因为国际上的反华势力和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反动集团，他们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必定又会采取下一轮新的行动。所以呀，我们下一步要继续的保持
外松内紧的态势，不能让敌人再搞一个新的阴谋。累死我了，主官，你说那个曹太委员让咱们在山上转悠什么呀？我也不太清楚，服从命令就是了。不行了，我去撒泡尿去。你怎么事儿这么多？赶紧去！报告，特派员司令，出事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们在山上踩上地雷了。地雷？有一个兄弟被炸死了。在哪儿？就在这儿。山里怎么会有地雷呢？您看，这是我从现场带回来的。这是日式 S 型地雷，地雷被触发之后，被抛射到1.5到2米的空中爆炸，预制弹片杀人，俗称跳雷。这小鬼子没事跑到深山老林里买什么地雷啊？这不是瞎折腾吗？绝不是瞎折腾。你带我到现场去勘察一下。是。我去看看。好。这小鬼子还阴魂不散了，哼！蹲下。特派员，这是什么雷啊？这是日军的93式水陆两用雷，用来破坏登陆艇和坦克的，爆炸起来威力非常大。炸坦克？这到底是什么人埋的？他们想干什么呀？这可不是1颗2颗雷啊，这是一片雷区呀！通知下去，以北纬49.55度、东经33.80度为圆心，2.5公里半径，所有范围任何人不得进入。是。特派员，忙什么呢？陈将军，我刚跟国防部通报了一下我们发现地雷的情况，请国防部协查，这片雷区是不是我军当年埋设的？如果是呢，请他们把分布图发过来；如果不是，那就一定是日军所为，我们再另做打算。哎呀，特派员为党国事业殚精竭虑，属下佩服啊！哪里？厅长，老一在黑龙山发现了雷区，他认定雷区是日本人为了保护武器库设置的。现在只有把武器库图和雷区图重合，才能找到排雷和到达武器库的最佳途径。那这样，我们把崔胜文给的武器库坐标图带给老姨。带给老姨？啊，我们现在要配合老姨的潜伏行动，
让他尽快的取得对敌方的影响力。在配合老姨的基础上做好防范，一定要控制住武器库，坚决不能让那些日本人遗留的武器落到敌特的手里。好。这是内线发来的电报，在黑龙山，我们侦察的地域发现了雷区，而且面积庞大。雷区？谁埋的？什么时候埋的？经过勘查，可以确定是日军当年埋下的。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对这个地区的侦察方向是正确的，而且这个地区也是敌特惊蛰行动重点关注的地方，所以必须要加强对这个地区的勘察力度。明白。雷区坐标地形图无法用电报来传递，我们得派人把它取回来，啊，必要的时候得请示上级，请他们派工兵来协助我们排雷。看来我得上去一趟了。好的。为什么又是你？你就不能把立功受奖的机会让给我们一次吗？让给谁都行，就你不行。我为什么不行？因为你是女的。女的怎么了？别误会啊！山上这些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好久都没有碰过女人了。别说逮着你这种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就是飞过一只母蚊子，他们都能用饥渴的眼神杀死她。周局长，要不然你让雨涵去。又胡扯！按照您的吩咐，独龙已经成功冲出城去了。干得不错，长官深谋远虑啊！您的布局让属下十分佩服。前天，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怎么也学会了拍马屁那一套？记住，你是一个军人，军人的荣誉绝不可以被自己玷污。属下明白。今天我在勘察敌特纵火现场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布鞋里面有可燃性的粉末。主要成分就是白磷，这说明我们在这个布鞋被盗案的这个调查方向啊是没有错的。红姑这个人不但非常狡猾，而且心狠手辣的。我原来以为他偷这个布鞋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身份，但现在看来，他竟然往里放了可燃性的物质。这种白磷在40度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这样对我们前线的战士的生命安全，还有军需物品的这个安全，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敌人的狡猾和阴狠，要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啊！是的，是的。小赵，怎么样？我这次的分析很犀利吧？犀利。刘副科长，能破案是你的义务，破不了案才是你的责任。你说，你要是早一天发现这鞋里面有易燃物，那军需物资就不会被烧毁了。现在才说，
有什么可厉害的？小周，你不替我高兴就罢了，你不要这么针对我嘛。你最近老是这个样子，我看你对陆凯就不会这样。我跟陆凯比，我差在哪里啊？他不就比我高一点点？我在我们南方也算高的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好好的提陆凯干嘛？我什么意思？你晓得喽？哦，刘副科长，我明白了。我还真不怕告诉你，我周雨涵就是喜欢陆凯。你看，你个小姑娘家的，说话要注意影响啊！再说，周局长还在呢。干我们这行的，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说真话吗？是不是，局长？行了，发什么疯啊？就是，哎，周局，这个小朋友是要好好管一管的，3天不打，上房揭瓦。我要好好管管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他在这贫嘴？哎，陆凯那边怎么样了？哦，按计划行事。接应他的人都安排好了吗？安排好了。支援他的人都安排好了吗？也安排好了。长官，你跟我详细的说一下，那天到底是什么人劫走的山口前辈？是一伙骑马的人，劫持的人化了妆，行动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而且时机掌握的非常准，不到3分钟就把山口前辈带走了。我在想，会不会是反共游击队干的？不可能，那个滑头才不会干这么无利不起早的事情。再说，山口前辈被劫的时候，陈世民还没有被国防部任命。哼，这个老东西还不知道在哪儿抽大烟呢。现在春城公安高度戒备，每个交通要道都盘查得很严。劫持者带着山口前辈行动风险很大，稍有不慎就会被公安发现。所以说，劫持者一定是把山口前辈藏到了非常隐秘的地方。你别忘了灯下黑这个道理。现在我大概知道是谁了。谁？既然是骑马劫走的，一匹马来回，也就是方圆100里地之内的人，还有队伍，又和山口前辈有仇，一定是他。长官明示。野狼，原保密局高级特工崔胜文。保密局的人为什么要带走山口前辈？他可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你去通知仙人掌，睡觉都要给我睁着眼睛，只要看见崔胜文，立马通知我。野狼啊，我还真有点想你了。报告，抓到一个共党探子。什么？共党探子？你确定背后没有尾巴？已经四处巡查，确定没有。没想到啊，在这条阴沟里翻了船，丢人。风水轮流转嘛，只许你们狡猾，就不许我们学得聪明点吗？有意思。我这还没审呢，你们就斗上嘴了。说说吧，你一个人跑到这大山里来干什么？城里闷得慌，到山里头来散散心，透透气。你就不怕被狼给吃喽？不错，狼你是没碰上，可你却碰上了我这只虎。陈将军，碰见什么高兴的事儿，笑得这么开心？特别，您来的正好，我们抓到一只撞上门来的无头苍蝇。
国民党是真没人了，一个买菜做饭的厨子竟然能当上少将。你们这不是穿着军服跟我这唱戏呢吧？别打算刺激我，我不吃这一套。这叫时势造英雄啊！党国是慧眼识英才。怎么样，陆凯，跟着我干吧，我也给你个少将当当。别，我怕你们那身衣服脏了我身子。怎么，你们认识？何止认识啊！别看他现在人模狗样的站在我面前，还扛着个少将的军衔，其实他就是当年国民党保密局春城站的叛徒，贪生怕死，卖主求荣，苟且偷生。投诚以后，我们是看他可怜，才把他留在公安局，在食堂给他留了一个小管理员的位置。可惜呀，烈性不改，为了几毛钱竟然贪污，结果被我们给开除了。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穿着国民党的将服在我面前嘚瑟。你们也小心着点儿，他现在假模假式的，就是为了骗吃骗喝。到时候情势不对了，他一定是脚底下抹油，顺便再带走你们点值钱的东西，你们可就亏大了。特伟啊，这小子可真够伶牙俐齿的。他这么贬你，你也不生气？气大伤身，我干嘛要生气？那这小子说的都是真的？大概表面上好像是真的。什么意思啊？在共产党的枪口下，要想活下来，不装孙子行吗？言之有理，这就叫卧薪尝胆，属下佩服。你们俩就别在那儿互相吹捧了，接着审讯吧。不是问我上山的目的是什么吗？你爱说不说，你要是不说，把你关起来，饿上3天3夜，你自然就说了。就算你有那功夫，我还真没那时间。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上山是来勘察雷区的。你怎么知道山上有雷区？废话嘛！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老百姓觉悟高，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他一定会向我们报告的。那你们为什么对雷区这么感兴趣？又废话，探明雷区，赶紧排除，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那是我们的职责。你今天就是说到大天我都不信，你再不说出你来这儿的目的，老子一枪毙了你！哎，陈将军，陈将军，不要鲁莽，不要鲁莽，不可鲁莽。你要是这么就把他杀了，必然引起共军报复性的围剿。你忘了国防部的命令了？让我们3天之内必须找到武器库，装备我们的反共游击总队，投入到惊蛰行动中去。国防部他们就会瞎嚷嚷，武器库，武器库，武器库到底在哪儿啊？我们总是这样瞎子摸象，也不是个办法呀。别急嘛，他就是给我们送武器库的坐标地形图来。什么意思？说吧，地形图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让兄弟们搜啊？扯什么淡呢？什么地形图啊？没见过。搜。探判员，确实没有。干什么？曹冲，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
今天你要不把我弄死，将来有一天，我一定把你整死。你他妈就是我案本上的一块肉，还敢这么嚣张！谢谢了，兄弟。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一文不值的小人。但是你忘了，当年我在保密局那可是资深特工，就你这点障眼法，骗得了别人，蒙不了我。小韩，天亮了，天亮了！老爷，老爷，你又回来了。这都大中午了，你喊什么天亮啊？我是说我这心敞亮了，心敞亮了。爹，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呀？哎，不能说呀，不能说呀。老郭，哎，赶快写请柬，把该请的人全都请来，我又要过生日了。好，好，恭喜老爷。老爷，您这是怎么了？啊？爷爷到底是怎么了？爹，你今天怎么了？我告诉你，你可别吓着啊！怎么了？盛文啊，盛文他还活着，当年他是诈死。真的？错不了，是公安局周局长告诉我的，他还让我暂时保密了。向涵，向涵。长官，仙人掌那边传来了消息，什么情况？崔家最近很反常，好像遇到了喜事一样。尤其那个崔希正，整天像打了鸡血一样精神抖擞，又操办了一次生日。还有那个吴香涵，再也不像以前一样整天郁郁寡欢，就跟变了个人似的。野狼啊，你也太心急了，把戏都演砸了吧？嗯。你最好老实告诉我，那2吨细菌武器到底藏哪儿了？别给我装傻！我知道是你负责藏的。盛文，你带我走吧，我们俩远离这片苦海，好吗？什么山口俊一，还有那些细菌武器，现在就应该让共产党去查。过去你那么做是嫉恶如仇，是给死去的那帮兄弟们报仇，是仁义，你让我敬佩。可现在你这么做，你让我觉得是偏执，是愚蠢，是自私。枉我把你当成我最信任、最了解我的人，你居然说我愚蠢、自私、偏执。我告诉你金主，这不是愚蠢、自私、偏执，这是一种责任。如果我不去完成我的使命，我接下来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天，都将受到无休止的折磨。你愿意看着我生不如死，每天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没有灵魂的活着吗？盛文，不是这样的，只要我们离开这里，一切都会好的。你为什么还是不明白啊？我知道现在的一切，包括现在的我，你都难以接受。但是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站在我身边支持我。从共军身上缴获了这张武器仓库地形图
和我绘制的雷区分布图，坐标完全。雷区后面500米就是我们要找的武器仓库。哎呀，老天开眼呐！我们梦寐以求的武器库，竟是共军送上门来的，党国有幸啊！一旦拿到武器库的装备，我们就可以按照国防部的指令，立刻投入到惊蛰行动中去，为党国的复兴建功立业呀！先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咱们怎么通过雷区？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根本做不到。肉虽然香，但是够不着啊。那我就组织敢死队，硬闯。就算弟兄们愿意豁出命去硬闯，我看也剩不了几个人。到时候你成了光杆司令，国防部还会用你吗？别忘了，人才是我们现在最大的本钱。那怎么办啊？那我们也不能束手待毙吧？别着急，借力打力。依我看，把那个姓陆的先放回去。对了，把我绘制的这张地雷分布图交给他带回去。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跟我说完呢。共产党拿到地雷分布图之后，马上会派工兵来排雷。等他们把雷排干净，咱们伺机而动，拿到装备立刻转移。那你就不怕我们暴露以后，共军先来围剿我们，然后再排雷吗？据我了解，春城公安现在最要紧的任务就是侦破惊蛰行动，首当其冲的就是控制武器库，用来切断我们的武器来源。再说了，春城共军的正规军大部分已经调往朝鲜战场，留守部队和地方公安兵力不足，现在要想围剿咱们，暂时还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好好利用这个时间差，来打个险中求胜。可我总觉得有些冒险呐。陈将军要是还不放心，咱们可以来一个声东击西，分散共军的注意力啊。那就请特派员谈谈您的高见呗。好，咱们去看看那个姓陆的。怎么能用这种东西招待客人呢？撤下去，换点好的。我说话听不见啊！是。怎么样？等着急了吧？有你在，我着什么急啊？兄弟，看，我穿这一身将官服不错吧？唱戏的穿龙袍，你成不了真皇帝。你们这国民党的衣服是漂亮，那不还是我们的手下败将吗？那倒是。兄弟，俗话说，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快跟我说说，现在外边有什么新鲜事？真想听啊！说呀。这最大的新鲜事啊，就是在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把美帝国主义打回了3-8线，怎么样？失望了吧？岂止是失望啊，简直是气愤。我就不明白，装备如此精良的美军，怎么就打不过你们这帮武器简陋的土包子？
因为我们有誓死捍卫祖国的信念。行了，咱俩就不要口舌之争了。我过来找你，是有正事的。你不会是来劝降的吧？我劝你别费那事儿了。劝你这种人投降，那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我过来是要放你回去。有这种好事儿啊？这里边不会有什么阴谋吧？不是阴谋，是阳谋。不但放你回去，还有礼物送给你。还有礼物？我能信吗？这是我绘制的地雷分布图。你此行的目的不就是到雷区勘察吗？我替你代劳。这什么意思啊？这还不明白？我们也在找武器库，你们也在找武器库，现在大家都找到了，但是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大片雷区，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时间来排雷，所以这事儿就得你们辛苦一下了。那你们干什么呀？坐享其成啊！我们把雷给排了，然后让你们进武器库，一水儿的美式装备让你们挑。傻呀我们！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人要是没有梦，那是活不下去的。其实我也知道，即便是把雷排光了，我们走到武器库的门口也未必能进去。我现在预测，武器库的大门设有密码，没有密钥谁也打不开大门，而且很有可能他们配有自爆装置，弄不好就是人财两空了。就你会算计，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干点什么呀？啊，不会是准备着向我们投诚吧？怎么可能呢？我们为党国复兴的决心，那是绝不动摇的。行了，咱也别拿信仰说事儿。你到底走还是不走？干嘛不走啊？咱们后会有期。哎，我再纠正一句啊，是后会无期。你出去之后，就不要费力不讨好的带人来围剿我们了，因为你的出现，我们这个据点也彻底暴露了。我和你先后脚都要离开这儿。随你们的便，反正你们已经是我锅里的菜了。谢了啊，谢了。不送。特派员厉害呀，谈笑之间就把共党的公安给摆平了。哼，现在你知道了吧？智慧就像一把刀，能杀人于无形。惊蛰行动才刚刚展开，二叔就暴露了，响屁还没听到一个，这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听说二叔借刀杀人、栽赃陷害陆凯的计划被共党公安识破了，所以二叔在医院的内线的配合下，逃出了共党的追捕。目前已经深入潜伏，暂时停止一切对外联络。听说那个情报部门的主管用听说来跟我说事儿吗？委员长上午还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惊蛰行动的进展情况，你让我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呢？委员长反复跟我强调过，他反攻大陆的决心坚定不移，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调动一切手段，制造暴乱，扰乱民心，动摇共党领导的基础。现在呢？知道吗？啊，委员长对我们的惊蛰行动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行了，立刻电令二叔，让他调整计划，实施惊蛰行动的第2套方案。如再失误，严惩不贷。是。走。二叔，你必须不畏艰难，敢于担当，迅速带领所属人员，尽快实施惊蛰行动的第2套方案。如再延误，严惩不贷。毛人凤。